少爷早。I'm bringing sexy back. Yeah. The mother boys don't know how to act. Yeah. I think it's special. 少爷，咱们举事好得千亿资产，你怎么一把不两台车停公司了？楼下停车费1小时6块，太贵了。少爷早。早，少爷早。早，少爷早。早，少爷早。早。今天挑战10块钱4个人花1整天。逐帧学习。这保质期才10天，今天刚过期。只是错过了最佳使用时间5万块。哎，老板，这冰都化了，还怎么喝？我就喜欢喝常温的。秦秘书，记得给他转账，还有把新品送我办公室。少爷这抠门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改？少爷，等等！嗨，小徐总。我这是进盘丝洞了。少爷，这些都是夫人给您来相亲的。又来，这个月都第几波了？哎，小勇哥哥，今天天气不错，要不要去我家看电影？我近视看不了。那你跟我回家吧，我家猫会后空翻。这么厉害，那可以送他去打工。小杨哥哥，我先来，跟我去吧。停！在跟你们约会之前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惊喜。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看，小杨哥哥，抱歉了，美女。江湖救急，报警了！许阳，我就不信你不回来！哼！对不起啊，好像把你的车给弄坏了。抢了别人东西还弄坏了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？车我会照价赔偿给你，但你这好像是限量款，需要点时间。要不这样，我那有辆3蹦子，你先用着。北美断货王。谁稀罕你的3蹦子？我要你以身相许。谈钱可以，谈恋爱可不行。谁要跟你谈恋爱啊？少自恋了！我是让你假冒我的男朋友。你这条件还需要人假冒？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只有钉在墙上才是最老实的。说事儿一说事儿，别人身攻击。我今天是去相亲的，我爸想让我嫁给个富二代，可是本小姐对男人不感兴趣，所以我要你明天去我家冒充富二代，打消我爸妈的想法。事成之后，我们俩非要我牺牲色相，那可是另外的价钱。等等，不是你被催婚吗？不如互相帮助。其实我也被催婚，我可以帮你应付你爸妈，但你也得帮我。车我照价赔偿给你，怎么样？看你表现，表现得好，本小姐考虑考虑。包你买。唐轩，我警告你啊，我宝贝女婿第一次来，你可别拿出你洪门帮那套，把人吓跑了。看我晚上收拾你。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
你还不耐烦了？哎呀，有外人，你这。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。1小时300，现在已经21分钟了。1小时03分，还1小时300，那咋整？行吧。有爸妈？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爸妈，嗨，两位老当。啊，叔叔阿姨，我是小林男朋友宇阳，叫我小许就行。会。有点洁癖。先进屋再说。哎，不着急，第一次见面给阿老送份礼物。你说这孩子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？不客气，送金送银不如送二老大外孙。叔叔阿姨，给你们送外孙来了。叔叔阿姨家装修挺别致哈，就是感觉不像正经人家。别乱动，好好配合演戏，不然待会儿你就要横着出去啊。啊，小许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真的？哦，不，小许还挺会开玩笑的。不开玩笑，我怕叔叔阿姨不信，我把彩超单都带来了。算他厉害。 3胞胎，这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了，这都能看出来？不是这中间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靠，拿错了！什么东西啊？刚开了个小玩笑，其实我们生的是双胞胎。唐玲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呀？妈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找个富二代吗？现在马上就能宰了。这个小许啊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那一夜，我喝醉了，拉着他的手，胡乱的说话，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，混乱的表达。那个，然后呢？然后该了解的都了解了。叔叔别冲动，他竟然挡在我前面，别伤着孩子啊！我在想什么？他只是演戏。许家的玉佩，别阿姨，既然我跟唐丽要结婚，我肯定要保证他们母子的生活吧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听听我给你们的条件。我们是在日的明星，我送唐丽的车到了。感情，你说在一起要算命。我们是在日的明星，俺为了感情，你说在一起要算命。直到你离开的那天，和外甥打工，我们开始了异地恋。天才。哎，阿姨，虽然是二手的，但好歹是大牌，怎么样？送给唐林的。你说的车就是电动车？别急，阿姨，我还有套房。这还差不多。花大几万买了奢侈品，后电话线，还钥匙。谢谢叔叔。
我呢还租了套公租房，月租200。等以后我俩结婚，房租我包了，设施齐全，搬上床垫就能入住。赶紧带着你的破电动车给我滚！还有你，不跟他断绝关系的话，老娘就跟你断绝关系！你干什么？妈，与其被你们逼着相亲，不如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人。行，跟我走。电动车给我带上啊！灵儿，我再也不逼你相亲，你给我回来！我不该总逼他相亲的。不用逼他相亲了，我看灵儿跟这个许阳挺般配的。般配？你说那个杂毛小混混？小混混，他上衣是被称为西装界劳斯莱斯的拉夫劳伦，皮带是爱马仕，皮鞋是 LV， 就是有些年头。小混混哪有这事？这怎么可能是个小混混？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了吧？我刚才在他身上还看到了许家的玉佩。你说那个资产7亿、海城首富的许家，准没有错。依我看呢，既然他们2个互相喜欢，这门亲事我同意了，我这就准备去许家想聘你。怎么样？说了包你满意吧？你恶心人到一套啊！那当然，既然我帮了你，你也得帮帮我吧，可别想过河拆桥。看在你表现不错的份上，我可以帮你。说吧，需要我怎么做？你的车，上车，收拾收拾，带你去个地方。走吧，到地方了。你说的吃饭，就是来这儿啊？你爸妈可能跟我们吃饭，先吃饱再说。糟了，忘了我生理期。别误会，我就想给你打发。等会儿干净的衣服，一会儿让别人送过来。竟然发现了。那个，谢谢你了，把你车弄脏了，一会儿我让来洗啊。不要，我有免费的洗车卡。多笑笑，笑起来多好看呀！你一个大总裁，何必屈尊亲自来给那个许阳送饭啊？他又不喜欢你。许阳不喜欢我。我问你，我的英文名叫什么？桑尼啊，Sunny， 形容词，阳光的，代表太阳。我爸昨天刚放出我要相亲的消息，这许阳的朋友圈背景图就换成了地球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他爱护环境。地球围绕着太阳转，他喜欢我。反正也要相亲，正好许家跟柳家是世交，我决定给他这一次机会。啊，这得多曲折的脑洞才能想出这种表示好感的方式。如果许阳喜欢你，那他抱着的是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柳大小姐找我有事儿。语气这么冲，再怪我昨天没回应，他还是这么喜欢我。他又闹过来。法式凤眼鹅肝，金针芙蓉鱼鱼羹，还有你最爱的
糖醋南排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尝尝。我的台阶应该够明显了吧？我问问我女朋友饿了没？想办法把她赶走。求我？求你了，姑奶奶。什么？你想吃我做的炒饭？啊，是啊，应该吧。等着，我这就是给你做。我去看看。你来真的？不然呢？你不是肚子疼吗？别为难自己了，我想其他解决办法。张这边，不会做饭不是很丢人的事。你小声些，你酒店的保管蔡梦中自己做的，忘在哪？不用了，你先去那等我做。蓝红，主人，该吃饭了。吃吧，这么大阵仗，我还以为做什么呢？就一盘蛋炒饭。但是你没有发现这蛋炒饭闻起来很香吗？确实很香啊。山珍海味和蛋炒饭，正常人都知道该选哪个。那确实，我选蛋炒饭。许阳，你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什么欲擒故纵？吃你的饭吧。啊！这是你做的？做饭这么好吃，家里装修又那么奇怪，这到底谁呀？管他呢，先干饭。这可是赌王最爱的蛋炒饭，马来西亚的鸡蛋搭配上斯里兰卡的蟹肉，意大利的橄榄油，绍兴的花雕酒，还有越南的鱼肚。太好吃了！够了，许阳，我做了一桌子山珍海味跟你玩，你当我是空气啊？居然吃一份蛋炒饭！这菜是你做的，看来你还兼职西顿酒店的后厨啊？那你都能尝出来？我家的酒店，我当然知道。许阳，如果你是因为昨天我对你的表白没有回应而找人故意气我的话，那你成功了。表白？原来你找我是为了故意气他呀？干嘛去？本小姐不跟有对象人玩暧昧，放开！没有。我马上回公司。许阳，如果你想让我原谅你的话，也可以。今晚12点之前送10100朵玫瑰到我家。我为什么要送你花啊？许阳哥哥，上官尺，你又来添什么乱啊？许阳，你敢当着我的面被别的女人牵？这周都是让我在里，都快轮成一锅粥了。真不错。许阳哥哥，阿丽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等等，怎么搞得好像我出轨一样？我看你也不需要我帮忙，去陪你的好妹妹吧。那只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，我跟她真没什么。你听我给你解释，
好啊，那你解释吧。小燕哥哥，我在你家等你好多天了，我可想你了。你快让我亲一口。哎，这就是你的解释。他就是小孩子心性。你快让我亲亲。你再亲，我告你性骚扰了。人家就是喜欢你嘛。你长得又帅又有钱，还爱生养流浪猫，你们两家还是世交。反正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。俗话说一亲酥啊，二亲麻，三亲还能解解乏。我多亲亲你就喜欢我了。哎，别搞！我的初吻是要留给我未来老婆的。初吻？你还有初吻呢？外之喜嘛。哎，那你摸摸我的衣服面料，是不是当你老婆的料？我有老婆了。你骗人！温姨说了你单身呢。老婆，给咱妹打声招呼。谁是你老婆啊？我可帮了你，别翻脸不认人啊！许阳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让你找女朋友的？这下真乱成了锅粥。许阳，我说过，我势在必得。你们两个人离我老公远一点。你们江家不就是背靠西堂撑腰的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西堂不来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。突然想起我家还有点急事，先走了。等一下。听说你是许阳女朋友，你跟许阳在一起不就是为了我？这里有500万，离开许阳。你应该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确实，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家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时候开始，就没有一刻是没有钱的，区500万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给你们1人500万。这个是我的私房钱，我的小心肝儿。江大小姐，拿了钱就赶紧走吧。 800万，趁我没翻脸之前，别给脸不要脸。1000万，让开！这不我的钱吗？你个贱人，你敢胜我！你说什么？哎，你骂人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从小到大，还没有人敢这么骂本小姐。装什么清高？不就是嫌钱不够吗？爸，马上让人打2000万给我。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你别管这么多，快让人送过来。一会儿拿了钱就跪下给我奶奶我磕头认错。3分钟之内，让我爸准备5000万现金，就现在。 3分钟5000万流出去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现在我要让他死个明白，立刻把钱送到我给你发的地址。别！你是觉得我拿不出来？我是觉得没那个必要。江大小姐，我知道你是想逃避跟顾家的联姻，没必要这么整我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跟顾家的联姻早就退了。是吗？顾西周，你怎么来了？许阳，你不讲武德，你怎么把姓顾的弄过来了？我回头找你算账。哎，你放我下来！谢谢，改天请你吃饭。不客气。爸，玲儿，我听方磊人说你要5000万，是要给小许彩礼吗？什么彩礼啊？你和小许的事我同意了，我带了彩礼，现在亲自去小许家提亲。你要上许阳家提亲？爸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喂，完蛋了！你跟我爸妈说我怀孕的事情，以我妈的暴脾气，去了你家不得把你家砸了？要不我们还是坦白吧？不能坦白，坦白了我就要娶这小屁孩了。我不是什么小屁孩了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先跟我回去。哎，许阳哥哥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呀，你这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你这是不是？你这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别打架，别打架！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。孩子，你们回来了。你们没打架？没
没有。没有。那阿姨，你刚刚说给的什么说法？哎呀，你妈非要把这个祖母绿的手镯给我，我今天是来提亲的，怎么好意思要呢？我就让她必须给我个说法。那爸，你又说许家以为我们家……哎呀，许阳他爸呀，非得把这幅价值1000多万的画送给我，我这不是不好意思收，这才……所以呀，我们为什么要打架呢？哎呀，坐。看这俩孩子多般配。就是。现在该怎么办呀？那叔叔阿姨，你们上次不说让我管吗？怎么又来我家了？哎呀，我看你俩是情投意合，所以来你们家，这不聊聊婚事吗？爸妈，你同意了？那肯定呀，这么多年你身边连个雌性都没有，有人要你啊，我都烧高香了。况且呀，灵儿还这么漂亮，以后生的孩子基因肯定好。哇，谁说我们要结婚了？你说的？哎，不是我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想多了。唐林，操，就是我一考察对象，婚狗都不结。你个臭小子！王妈，把戒指拿来。来了。结，狗不结我结，我结还不行吗？这还差得多。但结婚前我有3个条件。结婚前我有3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婚前我必须要做财产公证，毕竟我的钱不能无缘无故分给一个陌生人。第二，结婚之后唐林必须把工作给辞了，我不希望我的女人在外面抛头露面。第三，结婚2年内如果生不出儿子，立马离婚。叔叔阿姨要是没什么异议的话，就把这份婚前协议签了吧。臭小子，你说的这是……我看你说的对，啊，这毕竟要让你当上门女婿呢，所以你的条件爸都答应。我当上门女婿？什么上门？爸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你们要让我儿子入赘？是啊，爸妈，这唐家明摆了欺负人，这婚不能结。哎呀，入赘好呀，这样我跟你爸爸就能过2人世界了。亲家母，我看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今天就让2个孩子把证领了。妈，许家就我一个独子，别让我入赘。好你个臭小子，你是不是不想负责任？渣男！灵儿，你放心，许家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不用了，阿姨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想结。来人，带少爷给我押到民政局。少爷，别让我难做。阿丽，我没带户口本，这婚结不了。对，少爷，现在领证身份证就行。身份证我也没带。那个我也没带。哎，恭喜少爷到夫人，夫人说那车是送给少夫人的礼物。这就结了？你不是说你不想结吗？刚为什么不拒绝？我又打不过你家保镖。再说了，结了不还可以离吗？刚刚啊，只是为了应付你家里人。现在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离婚。啊？
咱也不知道这结了婚还有30天离婚的这个情况。你也不用闹心，你这样我心里……闭嘴！再敢多说一句话，我就对你客气了。好，这样，我知道一家餐厅特别好吃，我带你去。怎么办啊？这车可真车啊，太阳可真大呀！子阳，敢骗婚啊你！天啊！儿子，你们新婚燕尔今晚不一定回家，但要注意安全哦。妈，哪有你这么坑儿子的呀30天后必须离婚。儿子，莲儿，咱们家有个讲究，领证的当天要一人喝1碗米酒，寓意着同甘共苦。怎么这么远？酒量也不行啊，一杯倒。大林，你双胞胎妹妹来了。怎么1碗米酒就醉了？是不是你喝？嘘，我要睡觉。走，我扶你去。I know I've got that makes the boys all stare. I know the way that man be. I like it 你干什么？ give it 你说 some time to grow. That's 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是不是蓄谋已久？我为什么要一边跟我玩暧昧，一边跟别的女人表白？我很生气。你说柳无烟，我跟她真没什么。闭嘴！这腹肌真不错。'Cause physically you are the blueprint. You know you've got that thing that makes the girls all swing. You know exactly why. 这喝醉了还生气的女人，真是比正月里要杀的猪还难抓。来，我们准备走一个。如烟，马上12点了，这许阳怎么还不把101朵玫瑰给你送来？就是，许家那么有钱，许阳却连几朵玫瑰花都舍不得，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。你们难道不知道许阳是出了名的抠门吗？出门都骑共享单车的人，101朵玫瑰的钱能要了他的命。再说了，他又不喜欢如烟。如烟又美又有钱，怎么可能不喜欢？装的吧？别说了，你看到如烟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吗？我原谅他了。你原谅谁了？我原谅许阳了。他的背景图换成了这个。你又脑补了什么？你们没听过千古绝句吗？烟锁池塘柳，我的名字里有烟，然后他换成了池边柳树，他在暗示他跟我道歉了。他暗示个屁！既然他都跟我道歉了，那我也该有点回应。去哪儿啊？回去给我男朋友准备礼物。
灵儿，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？睡得特别好，还得多亏了许阳。不用谢，是你太努力了啊！许阳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看这两个孩子感情多好，我是不是快要抱孙子了？这臭小子还真转性了。对了，灵儿，你们的婚礼还在筹备当中，这2天没事儿，要不要去逛逛？想买什么就买些什么，刷许阳的卡。还真是瞌睡有人送枕头。妈，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？谢谢妈，我一定好好买。走。唐小姐好。经常来这家店吗？你管我呢？今天本小姐心情好，少花点，花她个2、3千吧。等会装装样子，吓死她。3000，没事。先生，唐小姐的意思是2、3千万。这件，这件，这件，还有这个。18.8万。刚刚我指到的那些3980万，唐小姐。全都要啊？不，全都不要，剩下的全都给我包起来。什么？那些限量款都是我买来送给别人的。好久没有买东西了，你不是一直想买礼物吗？走走走。我买这些限量款是送给别人的。许阳，他还舍得来这种店消费啊？买这么多奢侈品送人？咦，这些不都是你喜欢的款式和牌子吗？该不是要送给你吧？许阳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竟然把我喜欢的款式送给别人，那咋了？你知道这些东西多少钱吗？你有钱吗？我来付。我靠，他怎么来了？不管多少钱，我来付。前面你都没问清楚是不是给你买的，这非错意啊！许阳内向，他能为我做到这种程度不容易，不能再怀疑他的真心。那爱脑没救了。柳小姐，这是我的私事。许阳，我知道你的心意了，我不介意谁来付钱。都包起来，不要了。我靠，我刚刚是被女人调戏了？等等，她该不会喜欢我吧？把本小姐当你们 play 的一环，我也要。这张卡你怎么会有？这张卡你怎么会有？我，唐家大小姐，有一张黑卡，怎么了？这可是百夫长的黑卡，要想得到这张卡，需要名下有价值3000万的房产，还要连续6个月，每个月消费不低于500万，外加1个亿的固定资产。所以呢？据我所知，要想得到这张卡，海城只有3张，一张在我们如烟手里，还有一张在许家，另外一张就不知道了。你确定这张是百夫长的黑卡吗？这位小姐，我非常确定唐小姐这张就是百夫长黑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仅仅只是唐小姐上个月在本商场的消费账单。这也太有实力了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大概能把商场搬空吧。总觉得他有点眼熟啊。等等，你姓唐，哪个唐？海城还有第2个唐家吗？我们家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时候开始，就没有一刻是没有钱的，区区500万。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？那是西塘的大小姐唐玲。不会吧？据说西塘势力盘根错节，产业更是遍布各行各业。对了，那个江家大小姐江毅，就是仗着西塘东部分堂的身份，在海城无人敢惹。她真的是西塘总堂的那个千金大小姐吗？
唐林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你说呢？西塘大小姐，怎么？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怕？开玩笑。据说西塘大小姐心狠手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我怎么惹上这祸阎王了？不对啊，她是西塘千金，我还海城首富呢，我怕什么？更何况我结婚证都领了，她总不能谋杀亲夫吧？杀了我，你得守寡。You know you've got that thing that makes the girls all swing. You know exactly right.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感情的事不能勉强。况且许阳喜欢我，原来他真的喜欢他。我什么时候喜欢你啊？许阳这么优秀，你喜欢他也很正常。我不介意和你公平竞争。柳小姐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谁说我喜欢他了？像这种到处跟人玩暧昧的男人，我才不喜欢呢。算了，这些东西打包送去许家。你去哪儿？不关你的事。不关你的事。明明知道他喜欢的是别人，为什么心里堵堵的？进。少夫人，少爷说这都是你喜欢的，叫我给你送上来。原来他买这些东西是送给我的。那我白天当着外人的面那么说他，确实太过分了。要不哄哄许阳？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？这是哪儿？别挣扎了，我们被人绑架了。我听到了，他们绑架你是为了钱。我正好在你旁边玩，他们就连我也一起绑了。对不起，你别害怕，我爸爸很有钱，一定救我们出去。哼，我才不怕呢，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完蛋了。你没事吧？爸爸来救你了。把这儿给我收拾干净！我们西塘大小姐都敢绑架，绑死！反正他也想不起我。算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还是等待一场入室抢劫的爱情吧。臭儿子，进来咱们敲门。我要离婚。啊，妈，这下手可不知道轻点。该。不知道温阿姨和许叔叔喜欢什么，就随便带了点见面礼。哎呦，给你的，晚上再拆。谢谢，放那儿就行。你这孩子从小就懂礼貌，这也10几年没见了吧？15年。聊聊，来了就中午一起吃个饭。好啊，正好我想和叔叔阿姨说说我和许阳。爸妈，人家柳如烟是大总裁，公司一堆破事要处理，哪有空吃饭呀？这样，见面礼留下，心意你收回去。来，下次别这样了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什么？你要回家吃饭？妈妈，我去送送他啊。你为了什么？你不是爱吃肉吗？多吃点啊！饮食要讲究荤素搭配。来，吃点青菜。吃肉。
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儿啊？这小柳是不是看上咱儿子了？怎么可能？小柳从小把他当弟弟，而且徐阳小时候老吓唬人家。你干什么？挣扎，想跟我玩欲擒故纵？一个两个都干什么？儿子，你怎么不吃饭？啊，这是啊，手怎么啦？我有事要说。你说话就说话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你出去，我有事跟你说。难道是表白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儿说吗？不行。这昨晚雨下这么大吗？谢谢，我很喜欢。看到我就开心，他这么喜欢我吗？你单独叫我出来，是不是？两家生意还得有往来，是不是得拒绝的委婉点？是。你以后来我家别带礼物了，主要我怕我爸妈误会了。好，他心疼我花钱了。不要再给我送东西，我还得回礼。可以？难道他要送我礼物了？最重要的是，别再脑补了，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他肯定是知道我因为别的女人伤心了，特意给我解释。这么好说话？你还好吧？当然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对了，我送你的礼物，晚上看看，喜不喜欢？这一天天都什么事儿？什么东西，非要我晚上拆？呀，我那天的确有点过分，不然现在……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想来问你，要不要喝2杯？哦，好尴尬呀！他刚刚是不是看到了？不会以为是我买给他的吧？刚刚那不会是他的什么特殊癖好吧？如果我说是柳如烟送的，岂不是误会更深？万一他等会想让我穿上，那我是应脱还是不脱？要不还是说我自己穿的，最多被骂句变态。道歉就是要态度诚恳。对，就这样。要不要喝点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你不是说那个喝2口？对，我说的就是我喝。你怎么还没醉啊？不是我吹，我的酒量。太狗！听什么酒？梦里怎么还有腹肌啊？不对，徐浩，你怎么会在我床上？不对呀，这我床。那我们做啊？难道我们昨晚真的？算了，工作。多喝酒，哥现在可是许氏集团的高管。你去里边。哎，张强，这不是你死对头许阳吗？许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是？上学的时候仗着自己学习好，
事不把人放在眼里。怎么，现在觉得混的不如哥，不该认了？大学时候追了蒋校花1年多，现在装不认识？许阳，你不会知道蒋校花在这里上班，故意追过来的吧？什么追了你？那是老子认错人了。先走。哎，别急呀、见到这心上人，不叙叙旧了？瞧我这记性。不过蒋毅现在是我女朋友，不好意思。许阳，你是来找工作的吗？我来吃饭。哎，你嘴硬什么？你不就是喜欢蒋校花吗？张强现在可是许氏集团的高管，给你安排个扫厕所的活儿，那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只要你现在肯求饶认输，那你以后还可以当你的舔狗。我怎么不知道公司的主管还可以安排外人进公司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知道这些？老板，老板，张强，你们老板在这儿？要不是今天偶遇，我都还不知道公司有张强这号滥用职权的人。瞎喊什么玩意儿？你哪个部门的？老板不在，你没在这儿偷懒哈，我举报你！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对着许阳这个逼玩意儿喊的呢。许阳这穷逼呀，也能当老板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那会儿天天在学校的时候呀，就是在蒋校花屁股后面端茶倒饭、嘘寒问暖。没想到吧，现在蒋校花竟然是张强的女朋友。张强现在可是年薪100万，许阳，看看他穿的什么东西，别说蒋校花了，哪个女生能看上他才算是瞎了眼吧？蒋毅现在虽然跟了我，不过要是你愿意学搞笑的话，我还是可以大方给你个机会进许氏，然后天天见到蒋。哎呀，你们别这么说许阳。许阳，他们虽然说话难听，但是也不无道理。许氏招新条件苛刻，哪怕是最底层的位置也有人抢。你难道不想每天见到我吗？你们一个个长脑袋是为了凑身高吗？谁把你们从下水道放出来的？还有你，我什么时候喜欢过你啊？你都追到公司了，再装就没意思了。许阳，你是说许阳放着我这个海城第一美女不要去追你？你是说许阳放着我这个海城第一美女不要来追你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毕竟昨晚都……哎呀，没什么的，文瑜让我来给你送饭。哎，你哪位啊？许阳女朋友。许阳这个穷逼竟然有这么漂亮，这女的怕不是眼瞎吧？刚刚就是你骂我男朋友的。美女，做人不要太强势啊。怎么，看上哥了？不过要是你跟着哥的话，就不用再逞强了，因为你的强。来吧。我看是你完了。我眼瞎，我男朋友是穷逼，我的强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强。本小姐最讨厌土味情话，要怪就怪你游到我了。你是什么玩意儿？竟然敢打我！你，哎，许阳，你让开！妈的！姑奶奶，我错了，饶了我！大小姐，大狗逼，没必要闹出人命。其实我是许……少废话！我戏团大小姐还会怕这个？那您想怎么样？还不快滚！你来真的？你猜？吓我一跳！你别说，还挺好看。小姐，灵儿，
你给小杨送的饭送到了吗？没送到也没事儿，给你订的新衣服到了，先回来试衣服吧啊。妈，你儿子的命也是命。哎呦，回来了！哇哦，灵儿，你跟许阳的婚礼筹备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呢，你们刚好借此休息休息。过2天有个拍卖会，你们2个一起去，看见什么喜欢的就买，有许阳的卡。好的。妈，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心不痛吗？温夫人，这些衣服都是我们当季的秀场新款，您看要不要试试？灵儿，就一定要新款吗？那肯定的呀。几块破布卖那么贵？这小子抠门又犯了。没事儿，温姨，看我的。没事儿，温姨，看我的。啊。怎么样？好看。对媳妇儿得大方点儿。怎么样？我的新裙子好看吗？好看。也就一般吧。我就知道我不配得到好东西。我从出生开始就得了自闭症，我不会走路，更不会说话，每天只有靠爬才能去到想去的地方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，甚至连我爸妈的结婚仪式都没让我参加。这也太惨了吧！我甚至还失去了我3岁以前的所有记忆，至今不敢回忆那200多天泡在水里的日子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无助的日子。我连肉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。你这也没喝酒啊，怎么开始胡言乱语？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没有老公。别说了，来烧我的口。好的，小徐总，一共4888万。4888万！你明明可以抢，送我几块布料。感谢小徐总支持。该死，好像被资本做局了。老板，下楼请一个包间，慕容山总已经在里面等你了。老板，山总可是个单品。你老板是来谈生意的，又不是出卖色情，正经点。他今天也来这谈生意。久闻不如一见，刘总果然如传闻一般，是个大美人啊！黄老板客气了，坐吧。我想离合同近点，刘总不介意吧？当然，黄老板自便。黄老板可以看看这份合同，这批设备柳氏给你们的价格比市场高了整整0.5倍。黄老板应该知道这0.5的含金量。不好意思，刘总，我这个眼睛有点近视，看不太清，我再看看。怎么了，之夏？身体不舒服吗？作为刘总的秘书，你怎么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？
明天不想干了。明天不想干了。对不起，刘总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你毛手毛脚的干什么？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钱吗？你信不信我让刘总现在就让你离开柳氏集团？刘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黄老板，之夏是我的秘书，他犯了错，应该我来承担。您应付多少钱，我原价赔偿。之夏，我平常不是这么鲁莽的性格，到底怎么了？大胆说，有没有？刘总，一个小小的员工顶撞了你不但不惩罚，还要为他撑腰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合作。不过是几台不起眼的设备，没有了再找就是。但要是有人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人，那就是不把柳家放在眼里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刘总，是他刚刚在桌子下面摸我大腿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嫖娼都不找你这样的货色。你敢打我？这50万就当给黄老板医药费。你听说是有传起来了，是有个男的寻出手了那个美女老板。清雅居，那不是柳如烟刚刚去的方向？看看去。哎呦，柳如烟好！来，欺负柳家人，不把我们许家人放眼里是吧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吧？他以为出事的是我。我替你教训他。哎，行，别打了，我想回家，送我回家可以吗？好，走。哎，好死了！哎呦，这女的下手也太狠了！对，黄丽，让她给我在海城消失。看来他真的很在乎我，听到我出事，第一时间赶过来了。你也别怕，这件事情也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要让他在海城出名，跟你无关，对你公司不会造成影响吧？谢谢。都是朋友，客气什么？没事，先走了。别走，我害怕。这有什么事儿？许阳，你在外面吗？在。喂，我在外面呢，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我问一问你怎么还不回来？马上回去，放心，我不在外过夜。什么声音？你那边怎么会有水声？回去跟你说啊。今晚，许阳，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！我就是让你看见，你个榆脑袋！哎，我今天救你，可不是想跟你做什么你自重。我救你可不是为了要跟你做什么事情，你自重啊！你羞辱我！我什么都没做。我穿成这样，你都不为所动。
这就是对我最大的羞辱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没有趁人之危，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。还有多久到徐家？刘总，还剩5分钟。今天拍卖会，我亲自开车去接他，他应该高兴坏了。如烟，我可是为了你才回国的，怎么不见你对我这么热情？非要去见什么许阳？车是你自己要上的，乐意。下去。我倒要看看这个许阳到底比我强在哪。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花给我。哦。哟，李小姐，您来了。妈妈，许阳呢？大少爷去拍卖会去了。哎。哎，那不是海城3大家族之一的柳如烟刘总？快上去打个招呼，让刘总记住我们。像他们这种市值过100亿的公司，随便露点出来，都给我们小公司吃1年的。刘总好。哎，刘总旁边的是谁？不认识，助理吧？哦，助理啊。不是，这两人眼瞎呀！我这么帅，一张脸能是助理啊？刘总，欢迎。哎，请。喂，我好歹是萧家大少爷，都没人管我的死活吗？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慈善拍卖活动。首先，请大家入座。让我们对本次拍卖会捐赠拍品的嘉宾致以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还有哪位贵宾捐赠拍品没有进行登记的话，请移步后台。你拿的这个应该就是要捐赠的拍品吧？下来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今天许氏集团的总裁许阳也会过来。你是说海氏3大家族之首，市值集团超1000亿的许氏集团总裁许阳？今天这拍卖会还真是来对了呀！对呀，原来是这个许阳。来了！哎，徐总到。哎，徐总！哎，徐总，我可是您的粉丝啊，徐总，一定要合作这次，徐总，一定要合作。为什么都叫你徐总啊？因为我也是个老板啊？哪个公司啊？合作，一定合作，哎，行，一定合作。你就是许阳啊？你哪位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家萧北辰。切！我说是哪个混蛋这么眼熟，原来是你呀！你个王八蛋，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？唐玲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你们认识？就算他上山会我都认识。趁本小姐睡觉的时候剃光了我的所有头发，害得我2年都不敢出门。你个混蛋，现在还敢回国？你骂人家相亲难金之国，还嫁祸给我，老子被人打得在医院躺了1个月都没下床，给你剃成光头都算便宜你了。哎，你们确定不是打情骂俏？请各位贵宾入座，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开始了。让一让。许阳，
他是不是特意把座位选在我旁边的？别走，我害怕。今天出门是没看黄历吗？欢迎大家来到此次拍卖会。此次拍卖会为公益的性质，所有的收益将会以公开透明的形式全部捐给孤儿院。接下来我宣布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第一款拍品，全球限量款杜卡迪 Super 4。杜卡迪可是独一无二的摩托车品牌，被称为机车界的法拉利，摩托车的贵族，最便宜都得50万起步，更别说 Super 4了。哪个男人没个机车梦啊？出，起拍价500万，500万，那还是你追梦吧，我买不起。这你不买，那我也不买。Super 4最大排量1000cc， 上次弄坏了唐林的摩托车，这倒是挺适合他的，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600万，本小姐要。700万，肖伟成抽风了。这关乎到我男人的尊严。你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？本小姐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800万。巧了，本少爷最不缺的也是钱。900万。你900万一次，900万2次，2000万。什么？2000万？多少？2000万？唐玲，你知不知道2000万有多少啊？大小姐，2000万能买2台。2000万不是200块，唐叔叔那么辛辛苦苦赚钱，不是让你这么浪费的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手下败将。行，算你狠。2000万一次，2000万2次，2000万3次。恭喜这位小姐获得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品。要不我付，刚好我把你车弄坏了。不用了，你只是个小老板，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。2000万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了。我有钱。小老板，该不会他还不知道我是哪个学家吧？有点开始期待他知道后的样子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件拍品红珊瑚。众所周知，红珊瑚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，20年才长成1寸，300年才长成1斤。要想形成完整的一株，更是需要数千年。今天这6株中，其中有3株是极其罕见的粉红珊瑚，100年难遇的沙丁珊瑚，更有1000年难得的阿卡珊瑚树。此次采用盲拍形式，起拍价500万。红珊瑚可遇不可求，800万。燕姐，你喜欢这个，我买给你啊。不用，你可别说话。3000万，这些我全都要了。你小子脑子是有问题吧？哪有你这么拍卖的？你干什么？他不痛快，我才痛快。5000万，我就知道。这位小姐，你确定是出5000万吗？我确定。苍灵，你诚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唐小姐，你真喜欢这些珊瑚吗？当然是了。5000万，这些珊瑚应该全都归我了吧？许阳，你是喜欢粉红珊瑚呢，还是阿卡珊瑚啊？阿卡珊瑚吧，你喜欢就好。阿卡珊瑚，难道是为我选的吗？这位女士，虽然你出价够高，但是根据拍卖行的规定，一次只能拍1件珊瑚。这么多珊瑚，搞得好像他知道哪个是阿卡珊瑚一样。5000万，如果你没有一次选对，他连本都回不来。但是由于您出价够高，您可以多2次选择的机会。当然，所有选择的都归您。多2次又能怎样呢？这是盲拍，还真以为自己有透视眼啊？就是啊，这不是瞎整吗？ 5000万打水漂喽！女士，
您选哪几个呢？我要1号、5号，还有6号。您是自己带回家还是现场开？他都是瞎选的，哪敢现场开啊？现场开。许阳，你亲自去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开出什么好东西。让我来？你确定？想想我家的摆设，我对这些东西可是颇有研究的。行，信你一回。白珊瑚啊，唐玲，这东西可不值钱哦。非也，白珊瑚又名玉珊瑚，其质感油润，洁白无瑕。若是能雕刻成珠宝，在欧洲可卖出高价。何况这才是第一个。徐总，请继续。粉黄珊瑚又叫默默珊瑚，需要在海底200米以下的深处才能采集得到，十分难得罕见。像这种珊瑚已经是绝版了。我手气这么好，回本了。这死丫头运气怎么这么好啊？喂，你们拍卖会是不是作假啊？这位先生，我们拍卖行100年流传，绝对公正。我就不信，那最后一次还有这么好的运气。许阳，你说这最后一株会不会是阿卡珊瑚啊？阿卡珊瑚千年难遇，而且这么完整一颗都很难用金钱来衡量。我觉得选唐家最初就是做珠宝玉石生意的，我摸这株珊瑚不似凡品。你要是能开出阿卡珊瑚，我跪下叫你妈呀！你这么喜欢在外面给人当儿子？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什么？竟然是红色珊瑚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，简直犹如仙品了。这几百颗红珊瑚就能卖好几百万，这颗珊瑚这么完整，简直赚翻了！这就是绝版，世间仅此一株的阿卡珊瑚。怎么可能啊？这何止5000万，这么大一块，1个亿都有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没办法，为手输了，手下败将，你又输了。不就是叫妈吗？我叫。哎，可别，我可不想有你这么蠢的儿子。你走。真是紧张又刺激的开场。我干了这么多年，头一次遇到这位小姐像这么有运气和实力的出众的嘉宾。没有技巧，全是实力。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的第3件拍品，也是本次拍卖会的重头戏——海洋之星。这条海洋之星项链采用了170克拉的锡兰蓝宝石，并用103克钻石点缀，曾经是英伦皇室的珠宝，起拍价8000万。什么？8000万？你懂什么呀？这条项链世间只存在这一条，之前还拍出个2个亿呢，现在都算是赚翻了。9000万，1亿1000万，1亿2000万，1亿5000万。如烟，你喜欢这条项链，我给你买。小子，你没机会了，因为我要点天灯。什么？点天灯？天灯？这徐总一晚上一直没有说话，现在竟然选择点天灯。海城拍卖会存在了上百年，上次点天灯还是80年前。萧北城为我买单，许阳吃醋了。终于能送唐玲一件礼物了。什么是点天灯啊？点天灯，点天灯在拍卖行可是包场的意思，无论这一轮卖出什么东西，出到什么价格，都由点天灯的人出钱。若是这场拍卖会同时有人点天灯，便是斗灯价高者所得。那岂不是谁都可以点啊？点天灯也是要资格的，是要验资的。全海城乃至全国能够有资格点这天灯的，不超过3家，这许家就是其中之一。你的意思是他很有钱？徐总，那可是资产过千亿，海城3大家族之首。
他的资产都够普通人几辈子坐吃山空的海城首富。他何止是有钱，是相当有钱。等会儿，你们是说你是许氏集团的总裁？你们家是海城3大家族之首的许氏的许阳？啊，我早跟你说我是个老板。你什么时候说的？早知道该让你付钱了。徐总，您确定您说的点天灯吗？点天灯。就为了这条项链，许阳竟然点了灯，疯了吧他？他只是太喜欢我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灯是为你点的？没错，许阳喜欢我。徐总点了灯，还有人要出价的吗？哼，就因为柳如烟喜欢你，你就拦着我，还点天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既然没有人高过许先生，那我宣布，这条项链。谢谢你，许阳，这条项链我很喜欢。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件事情？他怎么上去了？我是看你喜欢这条项链，我不想别人跟你抢。许阳，我知道你的心意了，今天想借这条项链表明我的态度。没错，我也喜欢你。什么叫也？你不是一直想借机会向我表白吗？我什么时候要跟你表白了？你明知道我的英文名叫桑尼，还把朋友圈背景图换成了地球，什么意思啊？那是我随意换的。那次我们吵架，你明知道我的名字里有柳字，还发了张池塘柳树，不就是烟锁池塘柳？你在意我的意思吗？那是因为护眼呐。那天在你家，你还送我花？误会啊！那天是因为下雨，雨把玫瑰打湿到了地上，我想把它捡起来，没来得及说你就拿走了。你的意思是这些天都是我在自作多情？柳如烟，如果我的行为让你造成了误会，我很抱歉，但我不喜欢你。其实我一直喜欢的人是唐玲。你说什么？我一直喜欢的人是唐玲。人人都说西堂大小姐心狠手辣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但我只相信我看到的唐玲。我比流言蜚语之前更早认识你。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？我们很早就认识了。10岁的时候，我被绑架。啊，你是那爱哭鬼，怪不得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，怎么想都想不起来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只想好好送你件礼物。你知道个屁啊！啊？你刚说什么？我也喜欢你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回家干什么？当然是干一些成年人该干的事了。你想清楚了？当然了，又不是第一次。上次没有。那就从无到有。你的意思是这些天都是我在自作多情？柳如烟，如果我的行为让你造成了误会，我很抱歉，但我不喜欢你。其实我一直喜欢的人是唐玲。倒一杯血腥玛丽。未成年喝什么酒？刘姐姐，我都已经19岁了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刘姐姐，我听说许阳哥哥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
你舍得？我柳如烟想要什么样的男人的命？强扭的瓜不甜，甜不甜总要啃一口才知道。柳姐姐，要不要和我做一笔交易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出现在我面前？刘总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现在可是穷光蛋一个，我不怕你，更不怕许阳那个王八犊子。柳姐姐，你先别生气，我今天叫她来呢，是有重要的事要说。上官芷，你叫我一声姐姐，我可以允许你不闹，但是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许阳哥哥最近太脱离我的掌控，我很不高兴。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唐玲，我想要她消失。什么？公司破产了？破产？有人跟我们作对，订单被抢了。行，知道了，你先去查查是谁吧。许阳，吓我一跳。吃了吗？还没呢，想等你一起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他还是不愿意把负面情绪给到我，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，我得帮他。走吧。你是说许家破产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妈，我亲耳听到的。发生这么大的事，许家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谁会大肆宣扬自己马上就要破产啊？更何况许阳看似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内心十分的要强。他现在作为我们唐家的女婿，我们必须要帮他。你想怎么帮？先让我进公司。我的乖女儿，你终于想通了，要进公司啦！但是我们要以其他的方式帮助许阳，并且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名字，这样他才能接受我的帮助。我们要帮他，帮许家重回辉煌。好，爸支持你。走，去公司。走。唐小姐，这位是公司秘书长，唐总特意交代，让他协助你处理公司事务。多谢张叔。唐总你好，我叫顾寻，您叫我小顾就行。有任何事情您可以吩咐我去办。顾秘书，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交给你去办。唐总您说。一定要和许氏集团达成合作。怎么了，小顾？张叔，你也知道，以我们公司的体量，跟许氏集团在业务上有重叠的部分，属于竞争关系。唐小姐怎么能跟许氏集团合作？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大小姐这一招化干戈为玉帛，实在是妙，既多了一个朋友，又能和许氏合作共赢，不错，大小姐长大了呀。可是这许氏集团能和我们合作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原来大小姐是这个意思，不愧是唐家的管家，看来我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。唐总，这是您让我找的可以跟许氏集团合作的项目。这件事情先不急，和许氏合作，我不想暴露身份。顾秘书，我需要你帮我重新注册一个新公司。好的。真没想到，这许氏集团还真能跟我们合作。现在公司破产，答应也正常。不过唐总，您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也是哈，只是戴个口罩，还是太明显了。哎，去把他的墨镜还有帽子给我拿过来。
怎么样？没有唐总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顾总，我是你的秘书，你要注意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徐总你好，顾总倒不必这么客气。要注意你的身份。徐总，请坐。顾总，这员工这是他呀，他是阳光过敏。徐总，你见谅啊。阳光过敏啊。顾总，不是要跟我谈合作吗？对对对，汤，咱一会儿是先喝汤呢，是先谈合作呢？徐总您看。抱歉，徐总等一下还有其他的行程，汤我们就不喝了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啊，行。小汤，你去把产品和合同拿来，给徐总看一下。玩偶，玩偶在哪呢？好嘞。庞总，我们公司有2个产品可以跟许氏集团合作，一个是玩偶公仔，一个是情趣用品。情趣用品啊？没错，根据市场调查显示，在计生用品中，各个公司对此类目的投入是最缺少的。不能选第一个，万一哪天暴露身份，我可不想把这东西用在自己身上。庞总，跟许氏总裁约定的时间到了，走吧。那就是都带上的意思啊。该死，怎么把他拿出来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徐总，他新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徐总，刚刚拿错了。顾总，你刚刚说的玩偶就是这个？对。老潘，这顾氏毕竟是新公司，该不会是对家特意找来给你的参考？汤秘书，你觉得这玩偶怎么样？挺可爱呀，很受女性市场喜欢的。好，合作愉快，顾总。合作愉快，徐。老板，这合作得几千万，就这种项目也值得您亲自来看。这玩偶不挺可爱的吗？气鼓鼓的，多像藤莲。我怎么总觉得这事不靠谱呢？哪有公司既出钱又出力，还和我们一起宣传，最后还给我们一半分成？这是做生意还是做慈善？你老板娘的公司就可以啊。刚刚是唐小姐，她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啊？那晚之后就跑了，难道她是不好意思见我？对了，这分公司怎么好好的就破产？哦，技术部的人发现有外部设备绕过防火墙，窃取了我们公司的要发布的新品方案。根据目前溯源的路径显示，对方的 IP 就在海城，而且很可能是什么？是刘家。爸妈，你们不是去帮徐阳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许氏集团市值几千亿，家产更是多到几辈子都花不完，所以根本就没有破产。申请破产的是许家集团旗下的一家小公司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呀，就是关心则乱。不对，我从来没跟我爸妈说过许阳的身份，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的。我爸妈怎么？爸妈，你们怎么知道许阳的身份啊？他那天来咱们家，我就知道他的身份了。所以你们才去许阳家提亲的？一也是知根知底，二呢是你跟许阳已经木已成舟，我跟你妈怎么能不去许家提亲？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啊？你不都怀孕了吗？怎么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啊？爸妈，其实我没有怀孕。你说什么？爸，这是怎么了？住口！谁是你爸？哎，亲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爸，
好好说话嘛。老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就想问一句，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你就实话实说吧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当初不想结婚的我，恰好遇见了不想继续相亲的唐玲，所以我们……臭小子，你都敢骗我吗？既然是逢场作戏，各位就请回吧。我的女儿，我们唐家自然有自己的安排。妈，确实是我们骗了你们，你们要怎么罚我都行。但唐玲，我跟她的感情是真的。是呀，亲家母，我们许家只认灵儿这一个儿媳妇儿。因为谎言开始的爱情，能是认真的吗？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一件事情，你们两个今天就去给我把婚离了。妈，我跟许阳是真心相爱的。你爱他，那也要看看他是不是真心爱你啊。北辰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北辰，回来也不过来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。夏姨，唐叔，我刚回来就被我爸按在公司了。再说了，有他在，我又怕唐林打我。怎么又是你？儿子，我看你丈母娘跟这个小伙子关系不错，有点危险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好歹是朋友一场，看在夏姨和唐叔的份上，我特地过来告诉你，别被有些人给骗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看了你就知道了。儿子，这不是那天……许阳，这照片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是那天晚上你没有回家的时候。那天我在谈生意，恰好撞见柳如烟她被人猥亵，出于朋友关系，我就送她回家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你能相信我对吧？相信你，这就是你说的自始至终只爱我一个人。灵儿，这小柳跟许阳确实是从小的玩伴。许阳是我养大的，他是我儿子，我最了解他了。妈跟你，哎，不对，阿姨跟你保证，他绝对不是那三心二意的人。是吗？他刚才说那天如烟差点被猥亵，可我查到的版本怎么是被猥亵的人是如烟的助理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要说你不知情吗？这确实是我没调查清楚，但是够了，撒一个谎言需要用100个谎来圆的。这件事情的开始本来就是个闹剧，现在我也玩够了，我们是时候该结束了。唐玲，我没有骗你，你要不信我，我可以叫柳如烟来对质。不用了，我们离婚吧。啊，离婚？他们还结婚了？我只是想搞个破坏，但不是破坏别人的婚姻啊。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关你什么事啊？给我滚出去！那个，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发现的，是别人发给我的。唐玲，我不知道你们俩结婚了，我就是想给你添点堵。北辰，这个事情不管照片是哪儿来的，都已经是事实了。那万一照片是别人 P 好的陷害许阳呢？就是呀，老唐，这事儿要查清楚啊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那你说，那天晚上你在哪？儿子，快说话！不用问了，许阳在我家。小柳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许阳那天确实在我家。刘小姐，如果你上门是为了挑衅的，那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不，我来是想和唐小姐解释清楚，我和许阳没有关系。那些照片啊是真的，但那天是个误会，本应该是我合作对象的人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手下，当然我给了教训。许阳误以为是我，就送我回了家。这位朋友送你回去无可厚非，那夜不归宿又该如何解释？之前我不以为许阳喜欢我，那天呢也是我拉着许阳说我害怕，让他别走。之前呢一直都是我在自欺欺人，直到那天他当着海琛所有名流的面说他喜欢你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我输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不用，我柳如烟有脸蛋，有身材，又有钱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？那如烟，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我？我不抽烟不喝酒，会自主呼吸，下雨还知道往家跑。你笑个屁啊！看你诚意。我一定好好表现。那你这些照片是从何而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路过你家门口的时候看到你们在吵架，
然后手机就莫名其妙收到了这些照片，然后我顺着邮箱打过去的时候，显示是空号。小五，立马去查清楚。是。老板，我们公司刚刚被黑客攻击了，现在整个公司电脑全是木马病毒。什么？立刻联系人去处理。喂，唐总，公司刚刚被黑客攻击，大量内部资料泄露，已经找人拦截了，但还是造成了2个亿的损失。我知道了。2家公司同时受到了攻击，你们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？胆敢得罪西塘的，整个西北应该没有几家了吧？别忘了，海城有3大家族：许家、柳家和上官家。所以这件事情跟上官芷有关。上官芷，那个小萝莉。上官芷小时候喜欢一只边牧，但那只边牧总是对她爱答不理的。直到有一天呢，我跟着我妈去了上官家，就只是和那只边牧玩了一会儿。晚上呢，她就被上官家的佣人送到了我家饭桌上。要我说呢，这上官芷才是上官家他们最疯的。万物皆有灵，那只小狗多无辜啊！只要是他想要的，他都会想尽办法得到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次他想要的居然是许阳。他前2天还来找我呢，说想合作，让唐林消失。我没搭理。估计呢，这公司只是开始。我去找他。不用找了。那天之后呢，我就联系不上他。这小子平时看着挺乖的，这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呀！动用西塘的一切势力，就不信找不到一个大活人敢欺负我女儿，我绝对不会饶过他。别怕，无论如何我会找到他，不会让你出事的。你忘了我是谁啊？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。不过这件事情确实有些麻烦，毕竟敌在暗，我在明。大规模的寻找只会打草惊蛇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万一一直找不到他？我倒是有办法。上次上官芷来找我的契机，就是你俩要结婚了。或许你俩的婚礼可以引他出来。结婚证都是假的，怎么结？那个嘛，其实结婚证是真的。什么？我们当时就是骗你们，我以为领结婚证当天就可以领离婚证，可是没想到离婚要30天的冷静期，就一直拖到了现在。好好好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和你爸呀！该认真的你不认真，不该认真的你瞎认真。要我说，你们不如假结婚把他引出来啊！这样下去，他一直是个定时炸弹。灵儿，你觉得呢？我没意见啊，反正都是假的。那走吧。去哪儿？试婚纱。徐总您来了。我带我的夫人来试婚纱。您不是买什么？买的会员。啊？对，小姐，请您随我一步这边试纱。不就装个样子吗？这还要试啊？做戏做全套嘛。走。唐林和许阳试婚纱，你带我来干什么？别忘了，我在米兰学的可就是服装设计。你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。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要你穿上我亲手设计的婚纱。夏北辰，是不是想多了？我有答应和你在一起吗？那我可以追你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说看你表现。遵命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要是身后有条尾巴，你现在估计都要翘上天了。没人说试婚纱这么累啊，随便挑件算了吧，反正也……先生，东西准备好了。打开吧。什么东西啊？草坪婚礼啊？
还挺好看的。嗯，挺美的。你也喜欢啊？那到时候我们也办草坪婚礼。又不是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手怎么了？哇，这个蛋糕看起来还挺好吃的。戒指不错，不过无功不受禄，下次可不许了。怎么不穿那件婚纱？今天可是有正事要办的，那件美泽美椅限制了我发挥。没想到，最后我身边的人也是他。唐林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很多年。是呀，我那么喜欢，为什么不喜欢？是不是只要我们之间所有的障碍物消失，才愿意看下？有请我们一对新人两位面对面的站立，面向对方。这位新娘，你愿意嫁给对面这位男士做你的新郎吗？无论他富有或者更富有，无论他健康或者更健康，你愿意一直陪伴他吗？我愿意。这么认真吗？那这位男士，你愿意娶你对面这位小姐做你的爱人吗？无论他健康或者更健康，富有或者更富有，愿意一直对他不离不弃，陪伴他吗？唐林，我不会说什么让人心动的情话。我想说，人本身就不是一个长情的生物，至死不渝的爱情也是违背天性。所以我不会说什么，无论贫穷或富有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但我可以向你宣誓，我会违背我的本能，忤逆我的天性，永远爱你。所以，我愿意。是我不愿意。上官江，你干什么？你别动。上官芷，你不要冲动。动，徐阳哥哥，我说过我很喜欢，可你为什么不等等我？上官芷，你这人放的可以，赶紧把枪放下！你别管我。只要你把枪放下，一切还有商量的余地。商量，徐阳哥哥，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我，对吗？我们之间相差8岁。可是我不在乎，我只是爱你，你知道的，爱能抵万难。是，可是你为什么要娶她？好，我可以不跟唐林结婚，你先把她放了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。我把她放了，你就能喜欢我，跟我在一起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你可爱吧。我问你笑什么？你明知道问题的答案，这还要问？他如果喜欢你，又怎么会让你等到现在？许阳哥哥只是觉得我年龄小，觉得时间还不够。你懂什么？你错了。就算你杀了我，他也不会喜欢。唐林，你找死啊！现在是你逞能的时候吗？别说了，唐林。你在撒谎！你在撒谎！只要没了你们就能回到原点，我就是有机会。只要没了你，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。唐林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没事吧？你知不知道刚刚你一不小心就……我告诉了你，我准备好一切。我只是想赶紧把他抓住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真的没事儿。谁？许阳。许阳。既然我得不到，那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许阳，我会在下面等着你。许阳，
许阳，你醒醒，你不要笑我，许阳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，没想到你已经走了2年了。我一切都好，只是许阳，我很想你。